Hello，大家好，我是蕾蕾，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这一期视频呢，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圣诞节的一些小传说、小故事。相信大家都知道，圣诞节呢是一个宗教性的节日，它是为了庆祝耶稣的诞生。那么后续人们以这种交换礼物的形式去纪念人类曾经得到过的最伟大的礼物，也就是耶稣本人。这个是在西方世界国家吧。那么现在呢，圣诞节其实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节日。关于圣诞节呢，有很多小故事，其中一个呢是关于在这个纳撒勒城的，也就是2000多年前，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个女孩叫做玛利亚，她有一个未婚夫叫做约瑟。在他们俩结婚之前，玛利亚就遇到了天使加百利。天使加百利大概率是托梦告诉她的说你马上就要怀孕了，你会有一个宝宝，一定要给他起名字叫做耶稣。玛利亚后来就怀孕了，她的未婚夫呢，一知道她未婚先孕了，就想退货。加百利也是知道约瑟有这个想法，所以他就赶紧去跟约瑟说，你千万不要因为玛利亚未婚先孕了而拒绝跟他结婚。后来因为这个约瑟是比较虔诚的这种基督徒，所以他就遵循了天使的指示，与玛利亚顺利完婚了。那么当时玛利亚怀孕的期间呢，因为罗马帝国当时有做这个人口普查，所以说要申报户籍，他们必须要回到约瑟父亲的这个户籍所在地，也就是伯利恒，所以他们就长途跋涉好几个月，好不容易到了伯利恒。可能当时因为回去的人太多了，然后各种住店旅游业也不是很发达，所以他们就没有地方住。他们在街上一筹莫展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个好心的老板，然后这个老板就说，那你们就暂时住到我的马厩里吧。后来耶稣就在这个马厩里诞生了。天使加百利知道耶稣诞生以后，就去跟正在放牧的牧羊人说，耶稣诞生，你们快去看。他就指引他们，让他们跟随着星光，然后去寻找这个耶稣。后来 Three Wise Men 呢，就带着黄金以及贵重的香料去看耶稣宝宝奔跑。简单来说呢，就是神如何把一个人当做礼物送给另外一群人的故事。听起来呢是不太合法的，但是意思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装饰圣诞树的时候，在圣诞树的顶端会放星星跟小天使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故事就是说，星星跟天使充当了一个给大家指引道路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也是因为这个故事呢，很多人认为耶稣不是12月底出生的，是因为当时放牧的这个季节呢是在5到7月，或者说3到7月吧，反正不可能是12月，因为12月的伯利恒呢是冬季也是雨季，所以说加百利不太可能遇到正在放牧的牧羊人。那很多人就问了，那为什么不拿耶稣的这个出生时间当做圣诞节的，而是要编排到这个12月25号这一天？那肯定不是为了给耶稣八字改命嘛，要不然改了半天，他这都改了大半年了，最后耶稣还是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等于就是改了个寂寞嘛。其实还是跟当时的这个宗教政治环境有关系的，因为早期的这个基督教其实是属于非法的，它是被当时的这个政权镇压的。那么早期的特别是耶路撒冷时期吧，主要的信徒是犹太人，所以当时的这个基督教是具有非常强烈的犹太色彩的，所以存在宗教迫害。那么十字架呢，也一开始不是那种很受人喜欢的一种手势形态，更多是宗教信仰，或者说做一个刑具的存在。据说呢，在这个哈德良执政时期，十字架是一直从死海沿路一直钉到了耶路撒冷是非常血腥恐怖的镇压这种宗教的手法。但是历史的脚步是不断向前推进的，随后的300多年中，罗马的基督教被镇压，但从未消亡，并且一直发展壮大，直到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他皈依了基督教后，并将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国教，才结束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那么他的母亲海伦娜王后也为建造教堂、找到真正的耶稣十字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伯利恒的主诞堂。即便是这样呢，其实当时的这个基督教人口也只占总人口的2到3成吧。为了迅速让罗马基督教化，大家学过历史的都应该知道嘛，其实这个就是方便集权管理。所以当时这个教父跟君主两个人一商量，一拍即合，直接就把耶稣诞生日改成了太阳神密特拉的生日。那为什么是太阳神密特拉的生日呢？密特拉是契约之神，太阳神是异教徒的主要信仰，当时不同宗教有争夺信徒的这个情况。我个人理解呢，其实
他想的就是你们这些人非要分开过节，我就非要把你们放在同一天，迟早有一天你们会混在一起搞不清楚。那他就达到了一个宗教融合的目的，顺利的就完成了这个融合。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可能更好理解。其实就像我们说普通话，我们上学的时候号召大家说普通话，其实从语言文化的角度上来说，其实这样方言的这个多样性它就会慢慢减少，或者说有的人就不太会说方言了。像我们在广东，以前我记得我的同学们全部都会说广东话吧，感觉现在的话很多广东人也不会说广东话了。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对于语言的多样性来说肯定是减少的，但是它一定程度上的达到了一种语言知识上的标准，或者说哪怕带有口音，但其实你大概是能够听懂的，所以说可能更规范了，或者是说更统一，就是这个意思。我这个例子可能举的不是很恰当，但是大家理解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现在圣诞节呢，有很多传统其实是具有当时罗马异教的影子的，比如说他们用这个太阳神密特拉的生日。其实基督教本身呢也是有各种不同的教派的，不同的教派他们所用的历法也不同，所以在基督教世界呢，这个不同地方的教会他们庆祝的时间其实也不尽相同的。而美国呢是在1870年的时候才将12月25号定为法定假日。那我们熟悉的这个圣诞老人的原型呢，其实是生活在小亚细亚的一个主教，一个名为尼古拉斯的教会主教。这个人因为他当时经常帮助孩童穷苦的人赠予他们礼物，所以说把他当做一个圣人般的存在。也是因为他，我们看到很多壁炉上会有这个袜子，因为有一次他为了往这个穷苦的人家里扔金子，那么刚好就扔进了在屋子里的袜子。由于他的善心呢，直到今天很多人都会把这个袜子挂在壁炉上，作为一个等待圣诞老人放礼物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最开始的时候，他圣诞老人的形象没有那么固定，他只是将这个尼古拉斯主教的形象跟民间一些故事相结合。那么他们其实除了都是男的以外，就是说外形关系不是这么的大。那么后来很多人说是可口可乐公司创造了这个圣诞老人形象，其实很不严谨啊。因为在1881年的时候 Thomas 他在 Harper's Weekly 工作的时候，他为这个杂志就画了很多关于圣诞老人的这个插画。当时是应该是处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所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插画是圣诞老人在军营当中，然后这个画面里还有一些士兵。圣诞老人穿的衣服就是美国的星条旗，所以由此可见呢，圣诞老人不是只穿红衣服的，更不像大家说的是可口可乐公司创造这个形象。但是这个憨态可掬的红色衣服胖爷爷的形象得以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可口可乐公司就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是1931年，可口可乐公司与瑞典商业艺术家海顿山布达成了合作，他为可口可乐公司制作了圣诞节的宣传广告，从克莱门特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 这个圣诞前夜的故事中得到了启发，其中描绘了一个穿着红衣，坐着被驯鹿拉着雪橇的圣诞老人，笑呵呵地从烟囱里面给孩子们的袜子塞礼物的这样的一个生动的形象。在这之前，圣诞老人其实有的是绿衣服，有的是红衣服，也有其他艺术家画的各式各样的圣诞老人，但只能说海顿山布的圣诞老人更具有亲和力。可口可乐也确实把这个形象营销的非常到位。相信不知道这个故事的人听到这里应该都知道了，因为可口可乐公司的坚持，所以圣诞老人的衣服必须是著名的可口可乐红，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圣诞老人都是穿红衣服啊，就像那个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也是这个原因了。那么关于圣诞树呢，也有一个非常浪漫的传说。相传呢，有一个农人在圣诞节这一天遇到了一个贫穷的孩子，他热情地招待了这个孩子。在这个招待结束临别时，这个孩子就折下了一个树枝插在了地上，孩子指着这棵树对着农民说，每年的今日树上都会长满礼物，以报答你对我盛情的款待。所以我们装饰圣诞树，圣诞树上挂各式各样的东西，也是来源于这个故事，我觉得还是比较浪漫的。关于圣诞老人的形象，除了可口可乐公司助力了一把以外，为什么是一个老爷爷，或者说为什么是一个成年男性的形象，其实还是跟宗教啊，或者说古代的一些历史有关系的。
那么在古罗马时期呢，当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就叫做农神节。这个农神节主要是为了祭祀农神的，而农神 Saturn 呢，他就是一个成年男性，留着大胡子，手持镰刀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而农神节呢，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是在圣诞节的前夜维持整整1周的一个大型的祭祀活动。那么当罗马基督教化以后，也顺利的将这个农神节的一些习俗直接就转移到了圣诞节上。比如说异教徒崇拜树木，圣诞树其实就是源于这个农神节中的丰收树。其实我本人呢没有信教，那么在做这一期视频的时候呢，我也翻阅了一些资料，其中我看到有这样的一句话，它是来自于希伯来圣经以赛亚书，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个人理解呢，其实他描绘的就是上帝之光，带人走出黑暗的光，而身处绝望的人要有希望，即便身处黑暗，依然有人或者有神与你同在，希望给你力量。到现在呢，其实圣诞节已经没有那么浓重的这种宗教色彩了，它更多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欢聚的一个节日。其实我个人觉得，抛开宗教跟国家的这个边界来说，圣诞节跨越千年，还是承载了一个人类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一种向往和对未来的一种期许。任何一个能让我们与家人或者说与朋友欢聚的日子，它都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好日子。其实我们在庆祝，并不是在庆祝这个节日本身，而是庆祝我们能与我们相爱的人，或者说能与我们珍贵的人一直在一起度过的每一天。所以我觉得大家开心就好，没必要太拘泥于某一个节日。我觉得任何一天，只要你能够感到幸福跟快乐，那它就是特别好的日子。所以在这里衷心的希望大家圣诞节快乐。Thanks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